你敢相信吗？你的身体里其实堆着大把被封印的财富，这并非比喻，是真的被封在里面，封在你紧绷的肩颈里，封在你郁结的胸口里。这些财富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玄学，它们是你本该拥有却因为身体里的淤堵而流不进来的机会、人脉和灵感。只要你学会这一个动作，钱会像长了眼睛一样主动往你的口袋里钻。很多人听到这里会笑，命里有多少财富都是注定的。佛家讲因果，道家讲命格，老祖宗都说了一命二运三风水，可是没有人告诉你后半句，一个人今生的财富是可以改变的，更没有人把真正改变的方法无偿的完整的讲出来。为什么不讲？因为这套方法太简单了，简单到你会怀疑它，又太有效了，有效到掌握它的人不愿意分享。这支影片我整整犹豫了2天要不要发，因为这套方法的威力甚至让曾经迷信理性的我也感到害怕。我害怕的不是它不灵，而是它太灵了，灵到我亲眼看着身边一个负债900多万的朋友用了不到半年，不仅还清了债，还开了第2家店。灵到我一个学生最困顿的那一年，靠这个方法在3个月内接到了3个之前想都不敢想的合作。我犹豫是因为一旦把这个方法公开了，会有2种人出现，一种人会认真去做，然后生活真的发生改变，他们会感谢我；另一种人会觉得这也太简单了吧，然后看完就忘，继续过着原来的日子。我不怕第一种人，我怕的是第2种人，怕他们因为轻视错过了这辈子最简单的一次改命机会。我今天还是决定讲出来。认真听完这段话，1个月之内，你的生活必有奇迹。而是你会发现，该来的钱开始来了，该走的人开始走了，堵了很久的事儿突然就通了。这套方法的名字叫身体清零法，它的核心只有一句话：你的身体就是你财富的容器。容器脏了、漏了、堵了，你再怎么求，再怎么拼都装不住。而清理这个容器的最佳时机，不在白天，不在清晨，恰恰在你每天睡前眼皮开始打架，意识开始模糊的那3分钟。那3分钟是一天当中最珍贵的黄金窗口。至于为什么是那3分钟，具体又该怎么做，我会一步一步讲给你听。现在试着在留言区打下8个字：八方来财，时来运转。当你打下这几个字的时候，你其实是在向宇宙发出一个信号：我准备好了，我愿意接收。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喊穷，从来没有认认真真的对宇宙说过一句我准备好了。今天不妨就从这几个字开始。好，我们进入正题。之前很多学生问过我，老师，我工作很努力啊，拜神、放生、看风水也干过，能做的都做了，为什么还是没钱？我通常会反问一句：你白天嘴巴上在求财富，那晚上躺在床上，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？10个人里有9个，答案是焦虑。房贷怎么办？孩子学费在哪里？这笔单子黄了，下个月怎么过？你看，你白天在求财，潜意识却在一刻不停地喊穷。这就像一边往桶里倒水，一边在桶底钻了好几个洞，倒得再快也留不住。你的身体就是那个桶，一个装满了情绪垃圾的漏水容器。你以为焦虑只是一种心情吗？不是的，长期的恐惧、匮乏和自我否定会在你的细胞里留下化学印记，沉积在肌肉里、脏腑里。缺钱的人总是肩颈僵硬，胸口发闷，肠胃不好，那不是巧合，那是匮乏的能量在身体里结了块。佛家讲业力，很多人觉得要等来生才受报，其实业力就在你当下的身体里。你受过的每一次委屈，咽下去的每一口不甘，
被否定后，每一次默默的自我怀疑都会在气脉里留下一个结，这些结多了，能量通道就堵了，财富想流进来也进不来。下面我讲这个方法的佛学依据和科学依据，各位才能更好地理解它的作用。很多人都听过关于潜意识的说法，什么潜意识的力量是意识的3万倍，听多了反而像鸡汤。我跟你讲一点更实在的东西。我们的大脑在白天清醒的时候，主要由贝塔波主导，那是一种高频、紧张、防御性的脑波状态。在这个状态下，你所有的信息输入都要经过一道关卡，这合理吗？这可能吗？这跟我过去的经验一致吗？这道关卡就是你的防御机制，它保护你不被错误信息骗到，但也同时把所有真正能改变你的东西挡在了门外。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？白天你告诉自己100遍我要自信，我要相信自己值得有钱，可是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马上跳出来说别做梦了。那个声音就是防御机制在工作，它不是故意跟你作对，它只是在执行它的职责，维护你现有的身份认同。但是到了临睡那几分钟，情况变了，贝塔波消退，阿尔法波开始出现，接着慢慢过渡到西塔波。阿尔法波是什么？是你冥想、发呆、极度放松时的脑波，是创造力和直觉最活跃的状态。西塔波更妙，那是浅睡阶段的脑波，是潜意识最活跃、逻辑审查最薄弱的时刻。在这个状态下，那道关卡下班了，潜意识的大门彻底敞开。你说什么，他就信什么；你感受什么，他就记录什么。这不是玄学。神经科学里有一个概念叫睡眠依赖的记忆巩固。你在睡前接触的信息，会在睡眠过程中被大脑优先整理、固化。为什么学生考前熬夜背书效果差？因为他们在贝塔波状态下硬塞，大脑根本不买账。为什么有些人睡前听一段外语，醒来发现居然记住了？因为西塔波状态下的输入被大脑当成了重要信息来处理。从佛学的角度看，这个临睡的临界状态其实非常接近一个我们熟悉但很少深思的概念——中阴。中阴简单说就是2个状态之间的过渡阶段。人在死亡和转世之间有中阴身，而在清醒和睡眠之间，其实也有一个微缩的中阴时刻。这个时刻的特点是意识的根基松动了，旧有的身份认同暂时解绑了，一切都处于未定的状态。在中阴状态下，一念可以转乾坤。这就是为什么藏传佛教里有中阴救度法，在人最脆弱、最开放的时刻给予正确的引导，可以直接改变生命的走向。我们不需要等到死亡那一刻的中阴，我们每天都有一次迷你中阴，就是临睡那3分钟。你过去可能从来没有意识到这3分钟这么重要。你可能觉得不就是打个盹儿的功夫吗？能有多大差别？我想告诉你的是，差别大到你无法想象。一个每天用这3分钟清理自己的人，和一个每天用这3分钟给自己灌焦虑的人，3个月之后会活成2个完全不同的人。不是心态不同，是整个人的气场、运势，遇到的人和事都会不同。因为身体是有记忆的，你每一晚输入的东西都会被身体记住，写进你的细胞，写进你的气脉，写进你面对世界时那种下意识的姿态。而这3分钟是你唯一能绕过逻辑，直接跟身体记忆对话的机会。既然这个窗口这么珍贵，那到底该怎么用？具体的动作、呼吸、默念的话术，每一步都有讲究。接下来我就把这个方法详细的教给各位。正在观看的善信朋友可以一边听一边跟着我说的做，不需要盘腿，不需要焚香，也不需要任何法器。
你只需要平躺在床上或者靠在床头，让身体处于一个完全放松的状态，然后把你的左手轻轻按在胸口中间的位置，不用用力，轻轻贴着就可以。接着把你的右手放在你的腹部，大概在肚脐下方3指的位置，也就是古人说的丹田。同样，轻轻贴着就好，不需要按压。这个手势是有说法的。左手贴胸口，是因为左手对应的是人体的阴性能量，代表接收、包容和慈悲；右手放丹田，对应的是阳性能量，代表生命本源、创造力和丰盛。上下相合，阴升阳降。你其实是在用自己的双手搭起一座连接心与腹、连接情绪与生命能量的桥。很多人不知道，我们的匮乏感其实主要储存在2个地方，一个是胸口，你每次想哭又忍住，每次想争取又退缩，每次被伤害后告诉自己算了，那股气就堵在这里。所以缺钱的人胸口总是闷的，总是觉得有块石头压着。另一个地方是丹田，丹田是一个人生命力的根，根弱了，整个人就没有底气，做什么都虚，财富自然也扎不下根。所以这个动作，左手是在打开你胸口的郁结，右手是在唤醒你丹田的生命力，两手同时工作，一个放一个补，这才是完整的清理。摆好之后呢，做3次深呼吸，注意啊，是用鼻子吸气，嘴巴呼气。吸气的时候，感受空气从鼻腔一路往下灌满你的胸腔，然后沉到腹部，让肚子鼓起来。呼气的时候，嘴巴微微张开，慢慢把气吐出去，同时感受身体再往下沉，往下松。为什么是3次？在佛家的修法里，3这个数字对应的是身、口、意3业。第一口气，清身体的疲惫和紧绷；第二口气，清语言上的伤害和抱怨；第3口气，清意念里的恐惧和匮乏。3口气走完，你整个人的状态就已经跟刚才不一样了。3次呼吸之后，闭上眼睛，在心里对自己说一段话。这段话1个字都不要改，我念一句，你记一句。我把今天所有的恐惧、匮乏和我不配的念头全部呼出去。我的身体是通透的，我的能量是丰盛的，就这句，不要多也不要少。各位要特别注意这里面的3个字，我不配。这3个字是绝大多数人贫穷的根源。你可能嘴上不承认，但你的潜意识里一定有这个声音。你觉得自己不配拥有那么多钱，不配被那么多人爱，不配过那么好的生活。这个念头不除，你赚再多钱也会以各种方式流走，因为你的潜意识会想方设法把你拉回你配得上的那个水平。所以当你说把我不配的念头呼出去的时候，你是在直接拔除贫穷的根。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法，你一定要记住，不要去抗拒那些负面情绪。很多人一想到自己的恐惧和焦虑就开始紧张，开始想我怎么又有这些念头了，然后拼命想把它们压下去。错了，你越抗拒，他们抓得越紧。正确的做法是允许他们在那里，然后像倒垃圾一样把它们倒掉。你倒垃圾的时候，不会跟垃圾说你为什么在我家里，你不会跟垃圾生气，你只是把袋子拎起来扔出去就完了。对负面情绪也是一样，看到它们，承认它们，然后随着呼气把它们交出去。你可以学习我教学生的一个观想方法，在脑海里想象一个画面，那些黑色的、沉重的、黏糊糊的能量，随着你每一次呼气从你的脚底排出去，渗进大地里，大地会把它们转化成养分，不会伤害任何人。而你的身体随着这些能量的排出变得越来越轻，越来越亮。当你带着这种身体已经干净了，充满了光的感觉入睡，注意是带着这个感觉入睡，而不是想着我要赶紧睡着。你其实是在做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儿，
你在绕过你的逻辑思维，直接改写你的身体记忆。你的头脑会怀疑，会说这有用吗？但没关系，因为在睡前这个状态里，头脑已经不站岗了。你说什么，你的身体就信什么。你说你是通透的，你的细胞就会开始调整成通透的状态。你说你的能量是丰盛的，你的频率就会开始往丰盛的波段对齐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方法看起来这么简单，效果却这么惊人。因为它不是在头脑层面做工作，它是在身体层面，在潜意识层面，在业力层面直接做清理。我跟各位善信说一个真实的案例。我有一个学员做室内设计的40出头，他来找我的时候，工作室3个月没接到新单，员工走了一半，老婆天天跟他吵。他说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个念头就是今天又要怎么熬。我教了他这个身体清零法，他半信半疑，但还是照做了。第7天，他去便利店买咖啡，店员多找了50块，他当场就还回去了。店员很惊讶，说很少有人会还。聊了几句才知道，他哥哥正好在找设计师装修新店，当场就把联系方式给了他。他问我这是不是巧合？我说不是，是你身上的频率变了。物理学里有个概念叫共振，频率相同的东西会互相吸引。你把自己锁在贫穷的频道上，哪怕旁边就有丰盛的台，你也听不到。身体清零法做的事，就是帮你把那个旋钮一点点转到丰盛的波段。那个学员后来怎么样了？新店的设计单做下来，客户很满意，又介绍了2个朋友。半年后，工作室不仅活过来了，还扩招了3个人。他说最明显的变化不是赚了多少钱，而是不再焦虑了。以前客户稍微犹豫一下他就慌，现在很笃定，能做就做，不能做也无所谓，反而客户更愿意跟他合作。很多人做了这个方法之后，身体上会先有感觉，胸口不闷了，肩膀松了，以前会生气的小事，现在觉得无所谓了。然后身边的人态度也在变，以前对你爱答不理的人突然主动找你，走在路上陌生人都会对你多笑一下。不是他们变了，是你身上那种紧绷的匮乏的能量没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松弛的什么都不缺的感觉。别人靠近你觉得舒服，自然愿意把机会给你。但是我必须说一个但是，清零只是第一步。身体清干净了，能量通道通了，但财富的能量要往哪里流？你需要给它一个方向，这个方向叫愿力。很多人清理完就停了，等钱自己掉下来，等不到就说方法没用。其实不是没用，是你只做了一半。钱真的不是挣出来的，它是当你身体里的淤堵消掉之后，福报的自然流淌。挣是用手去争，是对抗；流淌是顺势，是水到渠成。你见过哪条河是正着流进大海的？它只是顺着地势，自然而然就到了。但河道通了，还得有水源愿力，就是那个水源。注意啊，各位，愿力不是愿望，愿望是我想要什么，是索取，背后是匮乏；愿力是我愿意为什么而付出，是给予，背后是丰盛。宇宙的运行规律说穿了就4个字：先利他，后显化。地藏菩萨发愿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，愿大到几乎不可能完成，承载的福报才大到不可思议。古印度的阿育王皈依后广行布施，建塔弘法，发愿让佛法利益一切众生，他的帝国反而成为古印度最强盛的时代。被你利益的人越多，宇宙给你的盘缠就越多。你要去做利益1万人的事，宇宙自然给你够1万人用的资源。你只想顾好自己，给你的也就只够1个人用。不过发愿不是随便说说的，很多人也说要利益众生，发了半天没效果。为什么？因为发愿里面有3个窍门，少一个都不灵。很多人知道第1个，少数人知道第2个，几乎没有人知道第3个。这3个窍门是什么？
各位仔细听，第一个窍门是愿要大。我见过很多人发愿，小心翼翼的，像在跟菜市场买菜一样讨价还价。菩萨，我今年想多赚20万，如果实现了，我就来捐5000块。你听听，这哪里是发愿，这是在跟宇宙做生意，而且是一笔小气的不能再小气的生意。愿要大不是让你好高骛远不切实际，而是让你把格局打开，不要只想着我要赚多少钱，要想着我要利益多少人。你可以把发愿想象成跟宇宙下订单，你下的订单越大，宇宙给你配的资源就越多。你跟宇宙说我要养活我自己，他给你一份刚好够吃饭的工作。你跟宇宙说我要养活100个家庭，他给你的就是能撑起100个家庭的事业、人脉和机会。很多人不敢发大愿，怕自己做不到。其实你不需要担心做不做得到，你只需要敢发。愿发出来了，宇宙自然会帮你铺路。你走着走着就发现自己已经做到了。第二个窍门，愿要频。很多人以为发愿是一次性的，年初发一个愿，然后就等着年底兑现。这就像你年初给手机充满电，然后指望它用1整年，可能吗？我们都是凡人，活在这个五浊恶世里，每天接触的信息、遇到的人、经历的事，都在消耗我们的能量，都在勾起我们的私欲。你早上刚发完愿要利益众生，中午就被客户骂了一顿，心里立刻起了嗔恨。下午看到别人赚了大钱，心里又起了嫉妒。这些念头一起来，你的愿力就被冲淡了。所以愿要频，要经常发，不是每天一次，而是一有机会就发。睡前清零完了发一个，吃饭前发一个，走路的时候发一个，等红灯的时候也可以发一个。发愿不需要仪式，不需要焚香跪拜，你在心里默念一遍，愿我所做的一切都能利益众生。这就是发愿。你发的越频繁，利他的念头就越成为你的本能，私欲起来的空间就越小。就像一间房子，你开灯的次数越多，黑暗待的时间就越短。第三个窍门也是最关键、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，要有回响。什么叫回响？就是当你发了愿，并且真的拿到了结果，无论是一笔意外之财、一个好机会，还是生活中一个小小的转机，你一定要回头去回馈，去还愿。我见过太多人发愿的时候很虔诚，菩萨，如果这件事成了，我一定捐钱做善事。结果事成了，钱赚了，开心了，然后就忘了，觉得是自己努力的结果，是自己运气好，把当初的承诺抛到九霄云外。这种人运势好不了太久。为什么？因为宇宙给你资源是让你拿去利益众生的，结果你拿到之后全部揣进自己兜里，不再往外流了。通道的另一端堵死了，宇宙自然就不再往你这里送了。我认识一个老板，做电商的。3年前他生意最差的时候，在佛前发愿，说如果今年能扭亏为盈，就拿出利润的10%来做布施。结果那一年他真的赚了不少，但是他没拿那10%出来，觉得生意刚好转，需要钱周转，等以后再说。结果第2年生意一落千丈，比之前还差。他来找我，我问他，你当初的愿还了吗？他愣了一下，说没还。我说你去把它还了，不管多少，先还了再说。他当天就捐了一笔钱，还去寺院做了供养。3个月后，他的一个老客户给他介绍了一个大单，生意又缓过来了。从那以后，他每次赚到钱，第一时间先拿一部分出来布施，生意反而越来越稳。你看，这就是回响的力量。你拿到结果之后去回馈，不是在损失，是在告诉宇宙，你给我的我没有独吞，我让它继续流动了。宇宙一看这个人靠得住，给多少都能流得动，那就再多给一点吧。于是通道越来越宽，资源越来越多，形成一个正向循环。
很多人发愿不灵，不是愿不够大，也不是不够贫，是拿到结果之后把这一步忘了。他们以为发愿就是求，求到了就结束了，其实不是的。发愿是承诺，你承诺了要利益众生，拿到了资源就要去兑现，兑现了才会有更多。所以这3个窍门，愿大是格局，愿贫是功夫，回想是信用，3者缺一不可，少了任何一个，愿力都发不出来。讲到这里，我必须说一句可能不太好听，但你一定要听进去的话。很多人不是在求财，是在给自己和家人挖坑，而且挖得很认真，还觉得自己是在铺路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先说说家长。有的父母一辈子省吃俭用，把最好的都留给孩子，送最好的补习班，托关系进最好的学校。他们觉得自己是在给孩子铺路，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在铺路的同时，也在给孩子挖坑？你每天回家抱怨工作累，赚钱难，孩子听进去了，他学到的是赚钱很辛苦，人生很艰难。你每次交学费的时候叹一口气，孩子看在眼里，他学到的是我是家里的负担，我不配花这么多钱。你天天跟他说你要好好读书，以后才不会像爸妈这么苦。孩子接收到的是爸妈现在的样子是失败的，我必须拼命才能不变成他们那样。这些话，这些表情，这些叹气都会写进孩子的细胞里，变成他的贫穷印记。你以为你给了他最好的教育资源，其实你给了他最沉重的匮乏底色。他长大了，哪怕成绩再好，学历再高，他内心深处依然觉得我不够好，我不配拥有好东西。然后他会用一辈子的时间去证明自己值得，却总是在快要成功的时候把事情搞砸，因为潜意识里他觉得自己不配成功。这就是我所说的挖坑。你以为在铺路，其实路下面全是坑。真正的铺路是什么？不是给孩子多少钱，多少资源，是你自己活成一个丰盛的、松弛的、不焦虑的人。孩子是天生的模仿者，你怎么活，他就怎么学。你天天在家算钱、筹钱、抱怨没钱，他就学成一个对钱有恐惧的人。你每天从容地做自己喜欢的事，钱自然而然地流进来，他就学成一个对钱有安全感的人。后者才是你能给孩子最宝贵的财富。再说说创业者，我认识太多做生意的人，真的是在用命换钱，每天应酬到凌晨，喝酒喝到胃出血，压力大到失眠，靠安眠药才能入睡。他们说没办法市场竞争这么激烈，不拼怎么办？可是他们不知道钱不是拼出来的，是吸过来的。你身体里的能量是通的，是亮的，机会和资源自然会被你吸引过来。你身体里全是淤堵，全是消耗，你再怎么拼也只能赚到辛苦钱，而且留不住。很多人以为自己是在努力，其实是在跟自己的生命力对着干。逆水行舟当然累，当然要拼命，但如果你顺流而下呢？你不需要拼命，水自然会把你带到该去的地方。身体清零法不是让你不努力，而是让你努力的时候不带消耗，不带恐惧。你把身体里的淤堵清掉了，把那些我必须成功否则就完了的焦虑拿掉了。你做事情的时候是松弛的，是享受的，是有创造力的。这种状态下做出来的事，质量完全不一样，而且你不会累。同样是工作12个小时，带着恐惧工作是消耗，带着热爱工作是滋养。前者越做越穷，后者越做越富。所以我常说，唤醒生命力才是你这一生唯一能抓住的破局之本。所有的方法、技巧、努力，如果你的生命力是枯竭的，都是无源之水，无本之木。你看那些真正赚到大钱而且活得好的人，没有一个是靠消耗命换来的。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共同的特质，
生命力很旺盛，眼睛里有光，做什么都带劲。钱是被这种生命力吸引过来的，不是被苦大仇深逼出来的。而2026年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，我把它叫做心灵觉醒的元年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这2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谈冥想、谈内观、谈能量、谈原生家庭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向外求转向内求。以前大家觉得要赚钱就要更努力、更拼命、更卷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方向错了，越努力越远。真正的改变不是在外面多做什么，而是在里面少赌什么。这个时代正在奖励那些向内走的人，不是最拼命的人赚到最多钱，而是最通透的人；不是最会算计的人过得最好，而是最松弛的人。你看那些在各个领域冒出来的新贵，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共同的气质：不焦虑，不讨好，不内耗。他们不是没有压力，而是他们学会了清理，学会了让能量保持流动。而睡前3分钟身体清零法，就是这个觉醒时代给每一个普通人的入口。你不需要出家，不需要闭关，不需要花几万块去上课，你只需要每天睡前花3分钟，把手放在该放的位置，呼吸3次，说2句话，就这么简单。简单到你会怀疑，但有效到你会惊讶。所以今晚睡前你愿意试试吗？就试一次，看看明天醒来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。其实今天讲的这一切说穿了就一句话：你的身体就是你财富的容器，容器脏了就去清，容器通了就去装愿，愿发了就去兑现，就这么简单。很多人把财富想得太复杂了，觉得要懂金融，要有人脉，要会算计，要抓住风口，这些都重要，但都不是根。根在你自己身上，你这个人的频率对了，一切都会对。你这个人的频率不对，给你再多机会也接不住。睡前3分钟身体清零法，就是帮你每天清一次病毒，不需要你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，就3分钟，1天的垃圾当天清，不要攒着，攒久了就成了业力，成了习性，成了你这辈子都跳不出去的贫穷循环。我今天把这个方法完整的讲出来，没有藏着掖着，因为我知道真正会去做的人100个里面可能不到10个，大多数人看完觉得有道理，然后就忘了，继续过原来的日子。但哪怕只有1个人认真去做了，1个月后回来告诉我他的生活真的变了，这支影片就值了。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不用急着回答，放在心里。今晚睡前想一想，如果你的身体里真的住着一个丰盛的、无所畏惧的、本来就该拥有一切的你，你还要让他沉睡多久？你还要让那些陈年的恐惧，那些别人灌输给你的你不配，那些已经过去了的委屈，继续霸占你的身体，阻挡你的财富多久？今晚就是一个新的开始。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触动，请帮我点个赞。点赞不是给我的，是给你自己的。你在告诉宇宙，我收到了，我愿意改变。也欢迎你热推这支影片，把这个方法分享给你身边正在为钱苦恼的朋友。也许你的一次分享就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。留言区告诉我，你今晚打算几点开始你的第一次身体清零？是11点还是12点？把时间写下来，相当于给自己一个承诺，我会一条一条看。最后，如果这套方法真的帮到了你，哪怕只是让你今晚睡得安稳了1点，也欢迎你随喜布施。金额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那份我愿意让能量继续流动的心意。你给出的每1分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你身上，而且会加倍回来。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宇宙的规律。我是你们的老朋友，我们下一支影片见。愿你8方来财，10来运转。